前些日子，火力军刚做了一期平行世界的日本恢复了军备，还分析了一下日本能恢复到什么样的水平。如今现实世界的日本貌似已经迎来了修宪契机，而这个契机正是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带来的。安倍晋三的遇刺让日本平淡的众议院选举出现了巨大的变数，或许是为了完成安倍晋三的遗愿，民众纷纷投出了同情票，让执政的自民党与伙伴公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，拿下了总席位的2/3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前曾多次表示，他有意推动自民党的4项修宪内容获得通过，其中包括宪法第9条中明确写入有关自卫队的内容。如今在参议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，岸田文雄也正式对外宣布日本将要修改宪法。美国媒体也趁热打铁，呼吁美国支持日本修宪。他们觉得日本早就已经拥有事实上的陆海空军，修宪也只是将既定事实合法化，而且军事正常化还有利于美国在亚太的战略。也正因为俄乌冲突的持续，日本也紧盯时机，给自己的扩军制造了理由。根据火力军查阅到的资料，日本防卫省2023年预算申请额高达5.59亿日元，另外还有1万亿日元的自由预算，这俩加起来都已经达到6.5万亿日元了。这个数字如果通过了，那日本防卫费将再度创下历史新高，达到2013年以来的11连增。这还没完呢，岸田文雄还打算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国家安保战略，并且在未来5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，顺便打算把防卫费提升到2%，这个就不得了了。去年 GDP 可是达到541.9万亿日元，这就意味着日本防卫费要在5年内翻1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日本还会发展多种选项，其中甚至会包括反击能力。至于日本2023年预算倍增的主要目的之一，就是为了采购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，专门为了形成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。此外，日本高度重视无人机的作战价值，这一点已经在俄乌战场上经过验证了。所以，日本除了加大引进美制全球鹰无人机和死神无人机以外，还会不断加大国产无人机研发力度。此次采购的远程巡航导弹是以12式岸基反舰导弹为基础研制出来的一款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武器。日本打算在西南诸岛至九州岛中间区域进行部署。新研制的中程导弹原本计划在2026年部署，不过俄乌战争的冲击让日本感受到了不小的危机，所以便加快了研制进度，最快将于2024年进行部署。导弹的采购数量也从150枚提升到了1000枚，并且防卫省还秘密拨款，打算研发用于空射与舰射的新型巡航导弹，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3军通用，以12式反舰导弹为基础，缩短研发时间，并更快交付部队使用。可见日本防卫省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。新型巡航导弹将采用平面式的气动布局设计，也被称为飞机式常规布局，最大特点就是拥有一对弹翼，对称布置在导弹两侧。这种布局最大的好处就是展弦比大，诱导阻力小，有利于提高导弹的声阻比，从而使导弹获得较大的射程。所以平面式气动布局是远程巡航导弹常用的气动布局，甚至可以说这将是日本版战斧巡航导弹。在导弹部署方面，日本打算以西南诸岛至九州岛为中心进行部署。1000多公里的射程意味着韩国、朝鲜通通在其打击范围之内。中俄东部的部分沿海地域同样也属于这个范围。日本还打算在石垣岛部署导弹部队。按照防卫省计划，陆上自卫队导弹部队将在今年年底前前往石垣岛完成部署，规模能够达到500-600人，与宫古岛一样，也将部署岸舰导弹和防空导弹。作为一个岛国和一个传统海权国家，日本也非常重视海上力量的建设，而且日本还是世界上最早开展航母的国家之一。毕竟这个岛国可是1911年就开始研究航母，1922年就建造了世界首艘标准化的航空母舰凤翔号。在二战期间，日本已经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力量，
当时的日本共拥有11艘大型航母与若干艘轻型航母，一度称霸整个西太平洋。就连当时的美国在航母数量方面也远远小于日本。尽管日本战败已经几十年了，但航母梦可是一直都没有消失。在海上力量方，目前一直利用直升机驱逐舰的名义建造出多艘准航母。截止目前，日本已经拥有7艘相当于准航母的直升机驱逐舰，分别是日向级、大禹级、出云级3代，排水量从1万到3万不等。既然航母梦消失，手里也有相当于准航母的军舰，那么就得利用起来。所以海上自卫队从2020年开始，结合5年一次的中期维修，顺便给出云号来一次大手术，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上面起降 F-35B。不过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这就需要对军舰进行航母化改造工作，主要内容就是增强飞行甲板的抗高温灼烧能力，避免 F-35B 起飞时的尾焰对甲板的结构强度造成影响。此次改造除了为出云号更换甲板以外，还增加了用于 F-35B 操作的标识线，并且改进了灯光系统。为了帮助日本完成这个大工程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出动了 F-35B， 在经过航母化改造的出云号上完成起降试验。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军舰首次起降固定翼战斗机。美军出动 F-35B 参与进来，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检验改装结果，另一方面也是为日本下一步改装提供借鉴。目前出云号计划在下一个5年中期维修中进行更大幅度的航母化改造，例如前甲板从目前的体型更换成矩形，使其看起来更像美军的两栖攻击舰，也更有利于 F-35B 的起降，同时还会对飞行甲板下方进行改造，更好地容纳 F-35B， 满足其维修需求，并提供更多的弹药和航空燃料的储存空军。根据计划，出云号的第2阶段改造预计将在2026年完成，而出云号的同级舰加贺号同样打算开始改造。防卫省专门划出来231亿日元的特别经费，用于加贺号的航母化改造工作，并且会把出云号的2部合为1部，整个改装周期需要18个月。这2艘军舰估计可以同时完成改装，并重新加入日本海上自卫队。也就是说，日本有望在5年内形成双航母战斗群，而且还是搭载世界唯一的隐身舰载机 F-35B。这对日本海自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，同时火力军也不排除未来改装建造更多航母的可能性。为了更好地提升军力，日本又掏出大笔资金向美国购买装备，其中就包括105架 F-35战机以及相关设备服务，订单金额高达231亿美元。为了打消他国的疑虑，美国还发表声明称，这是我们为了帮助日本发展并保持强大有效的自我防御能力，绝对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。这次日本买的105架 F-35战机包括63架 F-35A 和42架 F-35B， 其中 F-35B 就是专门为出云号和加贺号准备的。理论上来说，这2艘军舰保守估计能搭载40-50架 F-35B。等到这次军购完成以后，日本将会拥有147架 F-35， 总数仅次于美国。同时，这笔交易也是美国历史上金额第2大的武器交易，仅次于2010年沙特以294亿美元采购 F-15SA 战机和相关武器。虽然说 F-35B 在 F-35系列战机中，除了起降性能以外，其他包括机动性以及航程在内的性能都处于垫底的位置，但这毕竟是5代隐身战机，面对其他国家的4代舰载机，这就是无敌的存在，具备非常大的优势。并且日本出云号和加贺号的部署十分灵活，一旦装备上 F-35B 以后，周边国家可能就有些危险了。毕竟日本海上自卫队本身实力就不错，随着 F-35B 战机的交付，改装后的准航母与之配合，那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海军舰载机作战部队。并且日本引进 F-35B 可不单单是为了当舰载机，此前日本不惜代价从美国引进 F-35战机的全套生产线，即便本土化的 F-35价格远超从美国直接采购，但日本还是在所不惜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日本下一代战斗机。
其实 F-35并不是日本真正心仪的战机，他们更想要的是 F-22猛禽，不过美国那边不卖呀，无奈之下才选择了 F-35战机。另外，日本内部频频发出声音，便是日本应当拥有核潜艇。日本潜艇技术可是很厉害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亚洲一流水平。二战时，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造潜艇的狂魔，共建造了200艘潜艇，这些技术后来都被日本积累下来了。无论是清朝级还是苍龙级，在世界上都属于性能一流的常规潜艇，而苍龙级更是日本现役最强，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役排水量最大的常规潜艇，创造了日本潜艇史上的多个第一。特别是苍龙级的第11艘黄龙号，还首次采用了锂离子电池推进。作为日本海自力量的最新一级潜艇，是日本造船业的集大成之作。而如今，日本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于世界最大的常规潜艇，更倾向于核潜艇。虽说岸田文雄在有关加强日本防卫能力问题上，对拥有核潜艇表现出谨慎态度，只是强调核潜艇成本巨大，且需要大量人力。美国那边似乎也在慢慢放开限制。此前，美日双方的外交与防务部门官员就在美国海军基地进行了对话，内容就是美国该如何保护日本，免遭其他国家的攻击。作为对话的一部分，美日两国官员还参观了美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，这个行为是非常罕见的。再加上此前日本想要拥有核潜艇的想法，而这次行为也向外界释放出了一个很敏感的信号，那就是日本对核潜艇的兴趣非常大。近些年，日本国内都在大力发展本国军工制造业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从日本现有武器的质量与数量来看，已经远远超过了基本防御的范畴。目前，日本最大级别潜艇下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尤其是近些天，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鲸级潜艇2号艇下水，对日本来说，这一潜艇意义重大。大鲸级潜艇2号艇排水量多达3000吨，直接刷新了日本潜艇的记录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一级潜艇的核心技术上，日本也有了新突破，不再采用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，而是采用了另一种动力系统，也就是锂电池加柴油机的组合。这一技术的更新换代，直接让大鲸级潜艇的安静性以及隐蔽性大大提高。另外，在降低噪声这方面，日本也采用了核潜艇常用的降噪技术——泵喷式推进器。看似是日本为了提升潜艇作战能力所做的努力，但实际上在明眼人眼里，日本的大鲸级常规潜艇距离核潜艇仅剩下一座反应堆，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距离拥有一艘核潜艇只剩下最后一步了。而要跨过这一步，对日本来说似乎并不困难，因为日本国内的核反应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，甚至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高度发达的核电制造基地的国家。所以说，日本是不缺少核潜艇反应的技术基础的。目前明面上，日本想要拥有核潜艇，其实最大的阻碍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3个国家，而是国内的民众。这一点历史原因我们都很清楚，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，所以日本民众谈核色变。至于国际上的压力，就是美国、俄罗斯与中国，这也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。日本防卫费的连连增强，其实只是日本近年来安保策略调整的冰山一角。在军力建设方面，日本侧重点已经明显的由守转攻，投入大量资源研发部署新型导弹、战斗机、进攻型无人机等武器，增强太空、网络、电磁波等领域的协同作战能力等，寻求实现防卫能力质的转变。与之配套的是，日本考虑发展所谓反击能力。在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之后，这一切似乎对日本来说并不遥远。你们觉得日本会在5年内恢复军备吗？其中又会遇到怎样的问题？对于整个世界格局又有怎样的影响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